定的话，其实就是你只是一个物件，然后你去开这个 physical，就是这个重量，然后你就仿照它的设定就好了，就是0.01啊，零这样子打开，然后你重量也可以不用开，就它就自动会滚。有没有就发现一个球了嘛？对，但是不能拿。对对对，你可以拿这个，你可以拿刚刚那个蓝色球，可以推啦。就是你可以砸它啦，可以用枪去砸它的。对，这样就动了。左边动不了。好，结束。然后这个教大家怎么样拿这个东西，你看它这个是 blueprint 嘛，对不对？那可以开一下它，看它怎么样解析的，就是说，它第一个它会有一个 Greg component 嘛，然后会有一个这个东西进去，所以呢，你其实呢，你就是参照它这个 free 的 Greg free 的，它是一个就是增加一个那个这边左上角增加一个就好了，这样子。拍谁那个同学你可以加分，但是你现在看不到我在教学，你要看我影片这样，我有录影片。好，所以这边的话一样就是在 content 里面然后加入一个 blueprint 就好了，然后选择 actor，然后你就输入 blueprint grade。好，这点2下打开，然后一样就是你可能要先会录啦，但是你可以先增加一个你就搜寻 grade，然后这边可以设定你是要哪种形式，free 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你可以新增一个叫做 steady mesh，然后拉到上面这样子，然后这个呢，你就是可以下载一个就是一些物件，我是上那个 Sketchfab 上面下载物件然后试一下。然后把这个 mesh 拉过去，然后看起来太大了嘛，就大家缩小一点。然后把它拉进 Blueprint 拉进去，然后你就是要设定一下那个它的物理性质啊，就是你看它这边会设定那个 similar physical 嘛，这两个打勾这样子，然后一样是这边编辑，
然后这样应该就可以 compile，然后 save 一下这样。然后你试试看去抓那颗球，对，你看抓得到吗？好，这样可以了。然后去打其他的，哎，有成功了嘛？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好了解。好，那我再多用几颗球给你。好，所以你这样有发现很多球吗？就这样。然后你想要比较大的枪嘛，就可以。啊，大概这样子啊。然后我再把那个枪再汇进去，大概这个场景大概是最基本是这样子啊。然后这个枪，如果太累，你可以休息一下。那它这边枪的物件在这边嘛，所以你可以先把它找出来，之后呢复制一个，然后这个就是它的 blueprint。那你可以看它 viewport 里面啊，然后大概是长这样嘛。那它会分成就是叫做那个子弹发射区，然后跟那个 grab 区嘛，对。然后这个其实不太，就是你只要照它的方式去用就好了。就是我们先汇入一个枪，那这个枪就是说，说 Do you want to？哦不是，这个枪你要是要用同一个物件啊，然后你看进去之后要做一些调整，不然就是它会跑来跑去的。啊，所以就新增一个叫做 Stage Mesh。好，那你直接选了之后，它就会帮你直接 key 键入了哦。所以呢，它会因为它的方向好像有跑掉，所以你要调整一下。然后左右调一下。然后握是握在这边嘛，那你可以这个往前一点。然后发射子弹再往前。然后把它拉到场景里面。然后它这个因为它有阻抗的问题，所以有点麻烦，就是要设定一下，就是你把本来这颗枪先隐藏起来。
它就不见了嘛，然后再 compile save 一次。然后你可以再帮我一下，有看到右边有个枪吗？看可不可以拿，不过不能拿就是不能拿，拿不起来是。嗯，哦对，就是会有些奇怪的问题。好，没关系。这个我之前试过，好像是我想一下，这个跑掉了吗？哎，对，这个跑掉了。嗯，我把它再试试看。哎，可以了，就是那个 grab 的地方，好，这样就正常了。那只是它的那个枪是它本来阻抗，你要再去调整，就是要用那个 physical 的地方去调整。好，这样就成功了。那你要再一把枪吗？哦，可以啊，可以。因为它那个物件进来就有就有阻抗了，所以它本身阻抗会跟那个本来枪具，因为枪本来只是关掉嘛，它现在应该都重复在一起了，所以丢了之后它可能会有点怪怪的。好，那再帮他复制一把枪。那就上枪了，啊，就大概这样玩啦，就是这样啊。那如果你是网络上download的哦，就是它如果不是完整的一颗枪，就是你要把它合在一起啊，就变比较麻烦了。然后它跑到火里面。好了，差不多可以休息，谢谢啊，来加分一下，休息一下。你是，等一下，我先那个16。对，应该对。好，帮你加2分。好，怎么？但是我怎么挂掉？好，没关系啊，这个就是，然后我们继续讲啊，就是从 PDF 这边讲。那所以这个流程你知道了，就是其实你就是用按键去传送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这边。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 VR 模板了，就是它提供了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个运动。那其实我们之后有些就是会利用这些模板来去制作一些，比如说一些互动，比如说像开灯啊，或者是开门之类的。所以它这边会有操作方式，就是说它可以就像同学刚才玩的嘛，它可以这样叠嘛，对，可以抓取。然后呢，就是它有一个叫做，就是它的碰的模式就是 VR 碰了，就是在这个里面。然后我们通常会在这边设定世界设定嘛，它这边会出现一个 VR Game Mode， 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就是 VR 碰，就是在这个设定里面。然后他同学刚才没有玩到这个啦，这个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左边的那个按键可以开出这个选单哦，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在这个按键上面这两个按键啊，或者是下面这个，然后它可以开出选单，然后所以在这个 VR Phone 里面呢，它有各种设定哦，你看一下，VR 它会有第一个就是 Begin Play 嘛，然后跟 Import 这边，Import 就是指的是你的输入的状态，然后呢，你在 Viewport 里面，你可以设定这种相机跟你的头盔的形状模型，然后跟 VR 的手，所以手套是你可以去选你要的手套，然后也有手套的骨骼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一整个系统，它都帮你绑好了啦。以前2016 10年前都没有这种东西，是2016年的时候都没有。然后它连 motion controller 啊，这个都帮你绑好了，所以你就直接用就好了。所以我们只是在上面就是加功能或者是修改功能这样子就好了。然后它也有传送功能嘛，对不对？传送，然后跟那个 get grab 就是我们刚才加了 blueprint 的物件，所以它在这个 phone 里面就是 VR 的角色里面都写好，然后跟 star teleport 就是传送，跟 import 这边输入。那 import 呢，你可以在 project 的设定里面可以改，在这边 import。这个就是在这个就是各种的那个输入的按键了，就是它把所有都 key 上去了，就是所有的。然后按键是我看一下，在这边它直接就有命名了哦，所以它的这个回馈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输入的，就是按键会在 Unreal 里面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名称的话，跟一个按钮，他们都有输入嘛，哦，所以这些都有。然后还有就是爬树，那其实你就直接用就好了，对，就是用它的。然后你如果要什么新功能的话，就在这边新增就好了，就其实蛮简单的。然后它这个下面是都有了嘛，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新增你要的，就是 Asian Mapping 啊，然后它会在专案档的里面也是会有，这个在专案档的那个 config 里面，它会有个 default import 嘛，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只是它是变成是文字代码化这样子，哦，所以它整个那个输入都有，然后这是 game setting 嘛，game setting，然后这是引擎 setting，所以通常你如果有时候你调的什么参数宕机，你就是把这个档案事先要备份之后，然后你就是或把它再覆盖回来，这样就好了。好，这样就比较没问题。好，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然后它的游戏模式就是 VR Game Mode 嘛，然后就是这个后面就有显示的，就是使用哪个，它就是设定使用哪个碰哪个对象，然后哪个 map 哪个 project 设定，所以是在这边。Game Mode 它就是把这个东西都设定好，所以你只要套用这个东西就好了。所以在那个世界设定里面，然后输入面板在这边嘛，然后你如果是用不同 plugin 的话，它这边的名称就会不一样。在这里，应该在这里啦，但是它好像放在下面。
它显示有点问题，但是它是用外面那个文字档案去盖过去的。好，然后传送基本上就是使用那个摇杆啊，然后快速转动是左边的摇杆。然后移动区域啊，讲一下这个，它是用那个键盘上的 P 啊，你看我按 P， 它这个是绿色区域，是你传送进去可以传送的范围嘛？那它是会在这边，它有一个叫做那个 cast nav mesh 这个东西啊，所以你在这边先搜寻 nav， 然后它会有这个东西，就是第一个是它本身所在的区域，它会把那个什么，就是有阻抗的，就是有阻抗有抵抗力，阻抗的那个物体的部分，然后它会自动产生绿色的。那这个东西就是不能传送的区域，它自动会帮你去剪掉。然后这个是 default 的区域啦，然后它可以做一些设定，然后 teleport 呢，就是这边去做一个打勾，做一个 no 的打勾就可以了。所以你看我在旁边做一次，通常我就在这边搜寻 nav。然后把它放大一下，它只会在那个区域里面，你看，那所以你放大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个区域放大，然后再加个 nav modifier。那你把它加了之后呢，它就会一样会在这个范围内，就是让它不能传送。这个大概最基本的哦。然后这个是设定啊，设定这个东西的范围。那基本上你在这个场景也可能也需要有啦，不然它不会显示这样子。所以是加一个 nav。那是这个这应该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然后呢，所以你第一个你就是可以就是再传送到这边啦，但是要你的这个东西要接过去这样，所以你这个东西就是你按 P 就可以设定它传送范围哦。所以刚才同学他这边的话，如果不能传送，是因为他在这边有一个就是红色的那个 nav 不能传送的地方，对，因为他刚才是在这边没办法传送。好，然后呢，它这个是会需要计算的。你看我刚刚这样移动，它会先帮你去预先计算好这样子。好，然后下一个就是什么？抓取这个刚刚就讲过了，就是你是用 blueprint 的形式去加个 grab component， 然后去做定义哦。然后菜单的话，就是它是用那个左键，然后把它放进去哦。然后它是在那个看一下 VR 碰。它是在这边 target menu 这边，所以它会设定就是说你用这个
启动之后呢，就是它是经由那个刚刚那边有 import 的嘛，import 这边有设定按键，所以你在 import 这边设定按键之后呢，它这边会有一些按键啊，就是那个什么哪边，然后它会设定什么 token menu 是哪个按键，那所以你可以去 get 这个 menu 的这个 UI 就是这个东西哦，然后最后才会出现这个东西的哦，所以它是这样子用这个 blueprint 去建立这个原理哦，这个都在这边有使用，然后 VR 旁观者就我们刚才有测试嘛，就是这边使用方法就是这样，那你要先按 Tab 去做切换的哈。好，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些比较额外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它性能分析是什么。然后我们可能下个礼拜才会介绍这个东西，然后大家看一下。然后这边去motion，哦，效能的话，我们下礼拜再讲好了。就是它其实可以帮助你去提升你 VR 的显示效能哦。那同时这些东西就是 polygon，就是多边形数量也会影响这个效能哦。然后这边就是后面的 bonus，就是使用那个运动控制器哦，那个体验 UI。然后体验控制器是在那个 Blueprint 这边也可以使用哦，就是你可以使用就是捡起或者是放置。然后这边的话，这个比较旧式方法啦，就是我们刚才示范是新版嘛，新版就5.5，那它直接加个 Global Company，它大概是这样的功能，但是后来我们用 Blueprint 写就比较简单，就是你必须要再去写这个比较复杂的 Blueprint，因为它都已经写好了，这个比较旧式的方式。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个一样也是比较老了，就是它是在这边加 motion controller 啦。那其实跟我们刚才那个 VR Pong 这上面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它这个其实已经绑好，它是那个 SR 的 plugin 了。那但是如果你是用 Vive， 可能就它的 plugin 就没那么完全，那你可能是用 Open SR 的那个 plugin 会比较完整一点。哦，就是它都其实就是 Steam 帮你写好的啦。那不然的话，你还要设定 motion controller，就是你要设定左右手，就是这边右手嘛，左手，然后你这边还要设定这样子。它其实 SR 的这个东西都帮你设好了，啊，所以要谢谢 Steam 啊，不然以前我们都要自己再弄一次，麻烦。好，所以就是在 EarPod 里面，就是你就可以使用控制器了。好，这个就大概看一下，然后它这边上面都很旧啦，所以你就大概浏览一下就好了。好，那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就今天先不要作业了，因为我们那个时间来不及。